你是不是也遇过这种同事？看起来不怎么努力，主管交代给他的工作也不多，却总是拿到最多资源、最多机会。他不拼命加班，也不埋头苦干，但主管就是特别信任他，重要机会总是优先想到他，甚至还会偏袒。反而那些最努力的人，明明更认真，却好像一直停在原地，甚至最容易被主管忽略。你开始怀疑，为什么这种人反而混得比努力的人还好？其实职场从来不只看努力，而是看策略、时机与资源配置。有些人之所以走得快，不是因为更努力，而是因为他们更懂得怎么让努力被看见。先来说一个虚构故事。小李是一名非常努力的上班族，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，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，专案也准时完成。他心里一直相信，我这么努力，主管一定会看见我，升迁只是时间问题。但在同一个部门里，还有另一个同事嘉阳，很会打混，主管开会不在时，就开始到处闲晃，喝咖啡，找人聊天，甚至躲进厕所滑手机。他的工作节奏明显比小李慢。奇怪的是，每次绩效评比，嘉阳却总是名列前茅，还经常被主管阿豪单独邀请参加会议，甚至当面表扬。小李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。我比他努力，为什么他反而混得更好？这其实是很多职场人的共同困惑。努力的人埋头苦干，却容易被忽略；懂策略的人看似轻松，却更容易拿到资源与机会。差别在于，他们不只是做事，而是精准的做对的事。这类人通常有3个关键能力：一、抓时机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，什么时候该低调，在关键时刻出现，比一直出现更重要。二、善用人脉，他们不单打独斗，而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时机参与进来，用人放大成果，而不是用时间硬撑。三、精准行动，他们不做无效努力，只把精力放在有回报的事情上。上个故事嘉阳为例，在团队专案中，他不会自己埋头做完整份报告，而是把大家的内容整理成重点，提供给主管，并附上清楚的建议。主管看到的是精准、有价值的资讯，自然会认为他效率高，能力强。反观小李，虽然加班完成完整报告，但没有在关键时刻被看见，成果也就被稀释忽略了。很多人一听到算计，会联想到心机与负面手段，但更本质的其实是一种策略思维。这类人通常具备3种特质：一、目标清晰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并衡量每个行动是否有助于达成目标结果。二、选择性付出，不是什么都做，而是选择在最能被看到、最能增值的地方努力，只做值得被看见的事。三、经营关键关系，懂得建立关键联系，避免不必要的摩擦，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对自己有利的人脉与影响力上，而不是消耗在无效内耗。当然，也有像故事里的嘉阳这样更会利用别人的人，他很擅长在关键时刻提供资讯，让自己被主管看见，也会适时帮助同事建立人际好感。但同时，他也会把主管交代的任务转交他人，甚至谎称是主管指示，让别人替他完成工作，最后再由他整合成果回报。这种操作让他看起来轻松，却更容易拿到功劳与资源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这里有3个可实行的方法。一、学会抓时机，展示成果，不必所有努力都公开，但在关键时刻展示成果，让主管和重要人看到。每周可挑选一次专案重点整理，简短报告给主管，重点突出。二、建立关键人脉，职场不是单打独斗，懂得让对的人帮你放大影响力，选择性与有资源、决策权的人交流，传递你的价值与专业。三、精准投入精力，不做无用功，把时间和精力投在能带来回报的事情上，列出任务优先顺序，判断哪些能带来成果或被主管看到，哪些可以放下。当你开始这样做，努力才会被放大，价值才会被看见，下次再看到那些
看似轻松却混得很好的人，不要只羡慕，而是去拆解他们的策略。他在什么时候展示成果？他选择帮助谁？他如何掌握关键资讯？他让谁看到成果？他把力气用在哪里？职场不是单纯比谁更努力，而是比谁更懂得策略、时机和人脉运用。当你学会这些，你也能成为那个既努力又被看见的人。最后记住一句话，努力不等于保证成功，而是前提。掌握策略，努力才会被放大，成功才会加速。没有策略的努力，往往只是在消耗自己。如果你也遇过像虚构故事里的嘉阳这种同事，欢迎在留言区打上虚伪退散，让你远离职场心机人，不再被利用。